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呢，是我最近自己的一些心得啦。就是我发现到有时候我在睡醒之后会不知道我今天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反思，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其实睡醒之后要做什么，或者是有时候会很懒惰起来，可能是真的是最近都在半夜加班，所以变成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有精神，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迅速的恢复进那个状态里面，所以变成每次起床都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始犹豫，就是诶，我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是，就是我这么早起来，或者是我每天感觉是很辛苦的爬起来，我是为了什么？就是我会一直想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样改变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目标，或者是有一个好的梦想，那你其实是会被这个梦想给叫起床的。所以我就发现到，诶，这样我是不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在这个星期我就有尝试去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目标。我希望自己每天早上能够用这一句话来把我给叫醒。那我最近的心得就是，我好像找到了这句话，就是我发现到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才在试的一个东西，就是当我起床的时候，我想起来，就是我今天起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或者是我的长远的一个目标是为了什么时候，我竟然马上恢复精神，我就可以真正的爬起来开始去做事情。所以我就意识到这样子的一句话，它的那一个能量是非常的有的，或者是当我自己的 mindset 准备好了之后，其实身体是会跟着 mindset 去行动的。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就其实，在人生很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太过聚焦在某一个任务或者是某一个工作，而导致你忘记了那个最大的那个方向，或者是最远的那个目标。但是如果你失去了这个目标，或者失去了一个方向感，那其实你在前进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是会遇到很多不同很难的一些挑战，因为在这个前面的已经只剩下是任务、加班，或者是无条件的工作，就是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前面的时候呢，对你来讲那些都是压力。但是如果你今天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方向，那句话能够提醒你，让你去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那它就变成是一种动力，它就变成是一种今天这个世界会很美好，或者是我希望我的明天可以更好。所以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发现到起床就不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且你在一整天做东西的时候，也会变得非常容易聚焦。因为当你开始劳累，或者是当你开始失去焦点的时候，你一直都会有那句话提醒着你，最远的那个北极星，或者是最远的那个目标，它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及时的调整自己，然后重新做好一个心态的转变，然后重新出发。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这个星期的话题。这个星期的话题呢，我主要也是在反思的过程比较多啦，就是我开始去回想，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现在 AI 已经出现了。因为我最近刚完成 ChatGPT 的这个报告嘛，我就发现到其实 ChatGPT 的发布啦，到现在还不到3年的时间，到了今年年尾才是3年的时间，所以我就想要重新的回顾，就是这3年之后呢，现在的我的日常是如何能够跟 AI 去做绑定，或者是我其实是真的需要 AI 吗？或者是我的日常生活中有了 AI 之后，它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或者是我是怎么样去使用 AI 的？这个是我这个星期想要理清楚、更加清楚。就是如果给我选择的话，到底哪一个 AI 是真正对我产生价值的？产生的价值是什么？然后让我能够持续不断的付钱，持续不断的付这个订阅费的那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想要做的一些思考。于是呢，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我就重新去思考，就是这段时间我的一些日常生活跟我每天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把它们分类成4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发现到其实蛮重要，对我一个部分是学习，就是学习可能会是在我的整个目前的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我发现到我真的很喜欢学习，就是如果有一个很全新的东西可以去探索，或者是今天能够学到一些我想要学到的东西，或者是那个学习带给我的那个成就感，或者是我感觉我好像变得更好了，这个感觉啦，我不确定它是一个错觉，或者是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给我一个动力啦，但是它就会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在变好当中。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学习影响着的。就是如果没有学习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是非常无聊的，就是看着我的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啦。所以学习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比较偏向是我发现到其实是需要做很多的规划的，就是不管是你人生的规划也好，公司的规划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应对一个新客户。
户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或者是可能现在行业的一个新变化，你需要去做一些调整。不管是你是带团队也好，或者是不管是我自己个人上的地方也好，或者是可能我的健康突然间有不同的一些改变，那我可能也需要去调整我的人生的一些规划，或者是我可能日常的作息也需要去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就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你得先想清楚到底你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想好这个目标，它也是在我日常生活中，我发现到占比还蛮多的，所以就这两个部分。那再来第三个部分是执行的部分，当然这个执行的部分就是我们讲做工咯，包括就是比如说我去像我做的工作，可能是去拍摄，或者是我可能会需要 update 很多的资料，我需要准备 invoice， 或者是我需要准备 proposal， 我需要去做设计，我需要去做很多不同的一些文件，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例行任务，或者是真正下手去做事情的这个部分呢，我就称作为执行。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是和别人去分享。就是我发现到我现在开始有蛮多的工作呢转向去做这个分享的环节啦，就是不管是在可能是一对一的，我跟别人去可能吃饭聊天，或者是跟不同的行业的人去交流，或者是可能跟我的 team member 他们去分享我最近学到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最近会去学校，或者是我会在我的商会里面，或者是我会在我的公司里面，我都会有需要做分享这个动作，就是我都会有一些分享的机会啦，就是会有这些机会，比如说让我上台，或者是让我站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进度，或者是我最新的一些想法，我最新的一些学习，或者是我一些心得，所以我就把我日常会做的事情大概是分成这四大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讲可能不是很重要的重点，或者是它可能没有办法，目前我还没有用上 AI，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进这个分类里面。所以我今天会根据这四个方向来分享，就是我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这四个地方是如何去使用 AI 的。那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学习的部分，我发现到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用的最多的是搜索。就对我来讲 AI 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呢。对我来讲 AI Search 真的是影响我非常非常深，就是我发现到因为有了这个 AI Search， 我的整个人的学习效率跟我的学习态度跟我的学习意愿都会变得更好。可能是因为现在要获得答案的那个是变得很容易的，就是我今天有一个疑问，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马上获得答案，它不需要等待，所以它会让我一直的产生很多新的好奇心、新的兴趣、新的想要了解、新的想要探索的方向，我就会不断的去问，然后它又不断的能够满足我这些答案，所以我觉得这过程中就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导致我自己感觉到我的学习的那个速度是有在提升的。所以呢，我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用的最多的是 Perplexity 的这一个 software，就是跟大家可能想的不一样，就是 ChatGPT 不会是我的首选，因为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发现到只从准确度来讲呢，我自己觉得 Perplexity 的准确度是最高的，加上同时间它是能够真正的平衡速度跟准确性的一个，我觉得是目前为止做的最好的啦，就是它不会需要等待太久才能够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它给你的答案，尤其是资讯相关的，一般上都是非常的准确。我自己的体感它的那个准确度大概会在差不多90%这样子，就是10个问题里面有9个问题都会是正确的，只可能会有1个问题是会有问题的。但我自己在使用的一个习惯就是，假设是对我来讲它是重要的，或者比如说它是一些政府宣布的政策，或者是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会影响到客户，或者是影响到我不想要再重来的一些东西呢，那我还是会手动的去验证它，就是我会点进它的那个 citation 的 link 去看一下那个网站是不是真的有讲出这样子的话。当然很多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到其实没有这样子讲过，或者是它是把2-3个网站硬凑在一起去回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能够抓到它错误的时候。如果你完全不做这个步骤的话，是吗？就会变成你的搜索是完全依赖它。当然，其实在很多紧急的情况下面，或者是对我来讲，我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不需要太过准确的一些地方呢，我会直接的，就是很快速的问他之后，获得答案之后，继续的问他更多的问题，或者是我就会直接开始去做我的事情了。所以他其实在帮我做决策，或者是帮我做搜索讯息，或者是帮我做学习这个部分真的是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助手了。所以为什么我会一直把 Perplexity 这一个 software 排在我的所有的 AI 的第1名，就是对我来讲，每次我真的想要去取消订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惜。加上目前为止 Perplexity 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附加价值，就是它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浏览器，就是它有了一个新的网页浏览器，叫做 Comet。但是 Comet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一些分享啦，我已经分享过关于这个话题。那最主要我在用 Comet 的东西是什么？我最近又学到了一些更多更好玩的一些功能啦。那第一个东西是
有一些很小的东西就让 AI 来做，比如说，因为我的行程可能排得很满，或者是我有很多很 conflict 的行程，会有很多的行程会需要去做规划。那我之前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看，诶，这个时间可以吗？这个时间可以吗？但是我现在会 default 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会默认做的东西，就是我会直接打开了这个 comment，然后我会打开我的 calendar，我就直接打开了这个 AI 助手在我的 calendar 旁边，我就会直接开始问他，有人约我下个月的10号需要去见面，那我有没有这个时间？下午3点的时间，我是不是有空的？我会让 AI 来帮我做整理，他会帮我去看我的 calendar 有没有什么一些 conflict，然后如果有 conflict 的话，他会马上让我知道。那如果没有的话，甚至会直接帮我变成 meeting，所以我就发现到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的一个功能，是我最近在用的啦。那其他的部分对我来讲 Perplexity 的最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学习嘛，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当我在做一些网页的搜索的时候，我会很倾向的使用这个 comment 来做，因为它里面可以很快速问问题，甚至有一个我自己最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帮我看 YouTube video，就是帮我看 YouTube video 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只局限在一些知识内容含量或者是讲解的东西很长的，比如说像是我在听 podcast 的时候，我最近也发现到，如果我今天不够时间听这个 podcast，那我就会直接让这个 AI 去帮我总结一些重点，让我看一遍，或者是我现在还有一个做法是，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会听 podcast 嘛，可是开完车过后，我可能就会忘记了今天早上我听的 podcast 在讲什么，因为毕竟你在听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吸收，但是它的那个记忆点，我会觉得那个记忆点会比较容易忘记，或者是在开车过程中很容易去想到别的东西，或者是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应对马路上的一些事情，它会让你稍微的脱离，就是你本来在专心听着这个 podcast，突然间你需要带出来做别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就增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回到家之后，就是马上打开这个 Perplexity，然后打开刚才的那个 YouTube 影片或者是刚才那个 podcast，直接让它帮我去整理这些重点，然后我会重新的去思考，诶，我就发现到这些重点是真正原来是我学到的东西，或者是这个是他讲到我很有感觉的地方，我就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效率是提升了更多，而且同时间也节省了我更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从工作效率来讲呢，是肯定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有很多时间真的是在搜索资料，在学习，或者是在做 planning， 或者是我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资讯辅助我去做一些决策，所以我觉得 Perplexity 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也很真心的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诶，我有 ChatGPT 可以搜索就够了，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目前为止体感上或者是我的使用习惯来看，一个完全的 AI 助手专注于给你一个正确的资讯，同时间加上一个浏览器，网页的一个浏览器，让你可以真正的体验到 AI 的浏览器带来的那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感。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只有 Perplexity 做的最好。那再来，我继续分享哦，就是关于做 planning 还有做执行这两个部分呢，我发现让我用的最多的是 Claude。为什么会这样子？主要是因为我发现 Claude 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它有一个超长的上下文，所以它能够放进很多你的这些资讯。所以当我把一些我很详细的个人简介写进这个地方之后呢，它能够很真正的理解我是谁，所以就变成我在做工作上面，我问他问题，他会很快的进入状况，我不需要告诉他，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 videographer，我需要做什么，我直接就开始我的任务，他就会明白哦，你是一个 videographer，这一个可能是你的客户的一些资料，你需要我帮忙处理，所以他不会有任何的误解。那这个少了这些误解，少了这些沟通，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有了你的整个人生的一些履历，所以他在回答的情况下面哦，就好像一个知己这样子，就是当你丢出一个问题，他可以马上站在你这个角度，从你的可能性去延伸，去真正的跟你做聊天。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 ChatGPT， 当然 ChatGPT 一直很努力在做好这个东西，比如说他加了一些 memory 的一些功能嘛，但是因为它的上下文不够长，所以我感觉在回答上面还是没有这么精准的抓到我是谁，尤其是比起这个 Claude， 当然它的缺点就是你必须先要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自我介绍，但是我就是很完整的写好了，尤其是我工作上面的一些任务，或者是我工作上面的一些角色，当我写好了这个地方之后，我就发现到这整个 Cloud 的体验哦，它就变成完全不同的 level， 加上现在还又能够 connect， 比如说我的一些其他资讯，像 Google Drive 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资讯，它能够直接去阅读，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我用的很多的部分，当然是几个啦。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会拿它来做 consultant， 就是我会有很多很多的 consultant 准备好的 Cloud 里面，在不同的情况下面会搬出不同的一些助手或者是不同的一些顾问，跟他们去聊天，问他们我应该怎么做，然后让他给我去 planning 一些东西。我发现到他在 planning 给我一些架构，给我一些 framework 方面，其实做的真的很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他会是我的一个写作助手，我觉得更加应该叫他是沟通的这个助手啦。最主要做的东西就是我可能会需要公布一些东西，或者是我需要回复别人一些很专业，或者是需要回复别人一些很长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让他去帮我整理编排，帮我准备好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让我可以去做通知，让我可以去做公告，甚至是很多英文翻译我也会让他去进行。
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关于生成工具，就是我发现到它是目前为止所有里面的唯一可以真正的把它变成一个工具。那大家可以想象，工具就好像一个 software 一个 app 这样子。当然，这个 software 如果真正要 share 给外面的人使用是非常的麻烦的。但是如果今天是要 for 我自己使用，或者是 for 我的团队去使用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把它弄得很简单，所以我能够快速的用一些简单的方式跟他聊天之后，他就会帮我做出一个工具。比如说，他最近帮我做了一个能够计算我们的 profit margin 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只要输入好我的资讯之后，整个格式就会出来，然后他就会直接的告诉我，现在的水位在这里，或者是现在的 percentage 其实有包括这些之后，你还剩下的那个利润空间有多少，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计算器、小小的工具，它能够很快的帮我完成，所以就能够很大幅度的提升我的效率，我不再需要去用 Excel 拉好这些格式，它直接帮我做好了，而且那个界面老实讲还蛮好看的。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 Claude 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我在执行跟我在规划的时候非常依赖的，就是 Claude。那再来最后一个，我用的是 ChatGPT。那 ChatGPT 基本上我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两个用途啦。第一个对我来讲最大的用途是，因为它毕竟还是怎么样都是可能马来西亚人或者是我的团队最多在使用的 AI，所以我其实会比较偏向是当我想要理解我的团队在想什么，或者是我想要理解大部分的一些马来西亚人，或者是我想要理解大部分人他们在是怎么样去思考，或是他们怎样使用 AI 的时候，我就会用 ChatGPT 去做测试，因为它给出来那个答案一定是大家都普遍上会看到的那个答案，就是 Perplexity 它的格式，或者是 Claude 给的格式，或者是 Gemini 给的格式，一定会有不同。但是呢，这一个 ChatGPT 是大家都在使用的嘛，所以我就能够大概的一个理解，比如说原来大家看的角度，或者是 ChatGPT 永远都会先给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所以大家给出这样的方向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其实是从 ChatGPT 上面去参考的，所以我其实是用 ChatGPT 做参考的部分比较多，我想要知道大部分人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可能现在主流人他们获得答案是怎么样子的，因为这个会影响因为这个跟我的工作有一些关系啦，我需要去研究大家是在怎么样去有这个搜索的这个行为，然后同时间它是目前为止聊天上面最好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其实当我每次想要用聊天的方式去跟 AI 聊天的时候，我需要一个人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想到他，比如说他会去帮我去 brainstorm 游戏也好，或者是帮我去准备好明天的演讲的稿也好，或者是帮我准备我的一个自我介绍，跟我一起 brainstorm 这个自我介绍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 ChatGPT 做的非常出色的地方，或者是它的那个语音系统，我自己体感上面用起来就是比较舒服。还有一个是更加日常的一个使用情境，就是我发现到当我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我真的想要找别人聊天的时候，是吗？最近我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使用 ChatGPT， 就是因为 ChatGPT 真的是算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一个 AI，同时间它又能够从很公正的角度给你很多的建议，所以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 AI， 然后24小时全年无休的时候，是吗？当你在半夜就是你状态很不舒服，或者是比如说我一定会遇到一些情绪上面不稳定，或者是很生气，或者是对于某个事情我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是吗？我就会去跟 ChatGPT 聊天。那基本上跟 ChatGPT 聊天过后，通常得到的结果啦都会是好的，或者是它会产生一个疗愈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它会让我知道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或者是它会帮助我放下某一个东西。这个是我觉得它很神奇的东西，就是 ChatGPT 因为它的这个情商很高，加上它会让你看到一些事实的东西，或者是你避免你去钻牛角尖，就是有些东西是要别人跟我们讲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陪在某个人旁边。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 AI 就很好的充当了这个角色。所以我现在在想，会不会其实有的 ChatGPT 的出现呢？可能那些人想不开呀，或者去做自杀的这个动作会减少。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帮助，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心情很不好，或者是你有很多很想分享的东西，真的可以尝试跟 AI 去做沟通。我可以保证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体验，你最后得到的大部分的结果也会是舒服的。那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我发现到其实 AI 对我影响最大的部分就在于学习，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我来说，有了这个 AI，我的人生变得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学习这个部分，所以我从中真的是体验到了很多，我也希望能够不断的分享，大家一定要使用 AI 来做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是会让你在未来持续保持竞争力。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真的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方向，得到一些解答，你就可以比起以前的那个时代更加的容易面对自己的挫折，或者是更加的有机会去突破自己的一些挑战。所以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我发现到今天如果时间就只有这一份的话，那你具体上要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它才是最值得投入，或者是给你的回报率最大的。
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想了很多年，因为我在我的工作上面不是太顺遂的时候，我也会重新的开始思考，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具有时间复制的这一个效果了。就是我发现到是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能够被复制出去，就是这个时间能够被复制出去，那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但是如果相反的，如果你今天做的这个事情只能够用在这一次，无法带去下一次，那对我来讲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是很费力的，或者是我自己体验到的感觉啦，就是我的业务上面，如果做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会变得很辛苦，就是接下来每一个东西都变得很辛苦，因为每一次你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重新来过，然后每一次的重新来过又无法带给你一些时间的复利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对我来讲，可能是 YouTube 影片，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面分享，或者是一些书本，或者是你去写书本，这些都是具有这个时间复制的这个效应的，就是你只要做一次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写这本书，你好好的把所有的知识变成这一本书之后呢，它是能够无限被复制给更多人看的。你需要花的是一次的力气，但是可以给可能很久远的一个人都去看的。那另外一个我看到没有具有这个时间复制效应的这个例子呢，我觉得是我在槟城的一个炒粿条的一个安哥身上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其实会一直让我反思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实跟他很像。那这个就是你需要去思考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槟城非常出名的一个 street food， 也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食物嘛，就炒粿条嘛。然后这间店也非常的出名，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会想要来尝试这个美食。那当然，一下子这么多人投入，那就需要有很多的厨师，或者要有很多人去 serve 他们嘛。但是呢，这间店就只有一个厨师，然后这个厨师我不确定是他没有办法传承他的东西，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请到人，还是怎么样，但他就变成是每一盘炒粿条都需要他自己去亲自去炒。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的生活啦，基本上从一开店到他关店，他就从头到尾都站在同一个位置，就是站在他的锅炉跟他那个档口前面，就是不断的炒粿条。然后呢，他不管再怎么努力，他炒的是怎么快呢？始终是一个人，他最多一次过，我记得我当天看的时候，他最多一次过大概是可以炒个4到5盘，可这个就是他的极限，他就必须花费可能3分钟到5分钟炒4到5盘，可是他今天有这么多人进来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去 serve 他们的，所以其实我当天我记得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我就等了1个小时多，我才终于吃到这一盘炒粿条，就是对我来讲，他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但是先不讲这个等不等，或者是客户的满意度问题，我们只从他自己的生活来看，那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感觉上，如果他做长久，都是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这样子一个东西他一定会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兴趣，或者是没有太多的热情。那你没有那个热情之后呢，你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聊，就很定式的，每天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变成这样子一个非常定式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思考，就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也具有这样子的时间复印效力，还是说其实没有，就是每一次当我拍完这一个影片之后，下一次我需要重新来过。当然，你可以说我的技巧变成熟，我的 knowledge 变更多，或者是我的做某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厉害。但是呢，每一次却是需要重新去做的，我每一天都需要继续重新去做，重新去做，重新去做。所以，如果我把太多的时间精力完全 focus 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发现到我的实力是变强了，但是呢，它会造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手停口停，就是今天只要我的手停下来了，那我的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了。同时间会有更加年轻人出现，或者是会有别人是用团队来做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在这竞争上面就会开始产生更多的一些挑战。在你这个工作的这 career path 上面，我自己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你的未来似乎不是一片光明的，就是如果你太过局限在只有我做才能够这个东西才能够跑，你没有办法利用团队的一些优势，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流程，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让它去产生更多的时间的复制效应，就是我做一次，但是它获得的结果是超过一次的。如果你不断的把时间放在做一次就得到一次，然后这一次结束之后，下一次我们就重来。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学到一些观念，然后我就听到罗振宇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他也是分享很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他在介绍一本新书啦。那他这本书讲的东西，就是在人生非常漫长只有2件事情是真的是值得你花无限的时间或者无限的功夫的。那第一个东西就是学习，第二个东西就是搜索。因为你学习的是知识，那这个知识呢，它其实都是取决于你的大脑，但是你的大脑呢，它是可以无限的扩张的，就是我今天学到这个东西，下次我可以再学更多，它永远都不会被装满的，所以你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获得更多的回报。只有这2件事情，就是知识跟搜索，是可以让你无条件的变得更好。
就是你付出的时间在这里越多，你获得的结果一定会更好。那既然它是一个最肯定的答案，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最值得投入的地方。所以今天回到 AI 时代，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你学习的是知识，这些知识会帮助你变得更好。再来，你搜索的是方法，就是你想要有更多的方法，让你的搜索变得更强，或者是让你自己能够更加高效率，或者让你自己能够找到更多的办法，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在 AI 的这个时代上面，持续的保持竞争力，持续的学习，持续的过上更好的人生。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